若你一個朋友都沒有，看看莊子的三頭豬，或許就能活通透了。作者布衣粗食。人生在世，我們常認為最大的幸福，莫過於擁有幾個志同道合、有頭腦的朋友。談及朋友的益處，每個人總能道出那麼幾句。然而，有些人卻連一個朋友都沒有，即便曾經有過，後來也漸漸弄丟了。倘若身處這般境地，是否該為沒有朋友而難過？又是否要苦苦追尋，試圖將失去的朋友找回來呢？哲學家莊子給出了答案：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於江湖。與其在失去朋友的痛苦中苦苦糾纏，不如灑脫放手，各自安好。莊子還用三頭豬作比，生動地展現了關係的轉變與人情的冷暖。讀懂其中深意，或許就能活得通透。當你無法進行利益輸出時，即便親人也可能嫌棄你，更何況朋友呢？莊子在《德充符》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：一頭母豬因過度勞累而體力不支，幾隻小豬餓了，便湊到母豬身旁，使勁拱它，想要喝奶，可母豬實在太累，一動不動，無力哺育自己的孩子。小豬見母豬毫無反應，失望地離開了。原來，小豬愛母親，並非愛其形體，而是愛能給予它們食物與安慰的精神。換言之，當小豬能從母親那裡獲得物質與情緒價值時，便格外親近；反之，則不再親熱。我們在許多家庭中也能看到類似現象：父母年邁後，子女長大成人，便開始嫌棄父母，覺得他們成了累贅、無用之人。連親人之間的感情都以利益為導向，朋友之間就更是如此了。預言家伊索曾說，應當在朋友真正困難的時候給予幫助，不可在事情無望之後再說閒話。我們都期望從朋友處獲得幫助，化解困難，否則便覺得朋友再多也無意義。反之，朋友對我們亦是如此。若你無法給予朋友物質或情緒上的支持，朋友又為何要靠近你呢？趨利的本性讓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發生着不可思議的變化。當你有錢有勢，且願意幫助他人時，朋友自然眾多。曾經的同學、遠方的親戚、小區裡的鄰居、村裡的熟人，都會成為你的朋友。你給予他們好處，他們便請你吃飯喝酒，大家禮尚往來。然而，一旦你無法提供任何好處，眾人便會散去。此時，你無需追問緣由，多審視自身便足矣。朋友的離去，並非他們甘願孤獨，而是去尋找能滿足他們需求的新朋友了。莊子在《之北遊》中提到一位名叫霍的市場管理員。霍到市場檢查工作時，問屠夫：豬身上哪個部位最肥，哪個部位最瘦？屠夫回答：這很簡單，用腳踩一踩，陷得越深的地方越肥。隨後，霍按照屠夫的方法選到了肥美的肉，滿心歡喜。莊子借此告誡我們，不要僅在某一事物中尋找道，萬物皆有道的體現。人的本性亦是道的一部分，無人能逃離本性。在社交中，人就如同挑選豬肉一般，喜歡挑肥揀瘦。古代生活水平不高，人們希望買到肥膩的肉，以滿足腸胃需求。如今，人們油膩食物吃多了，便希望買到瘦肉，順應腸胃健康。總之，挑選的權利在他人手中，而你作為人群中的一員，往往處於被動地位。倘若有一天，你發現曾經的朋友都漸行漸遠，不要以為他們習慣了獨來獨往，享受獨處，實則是他們融入了其他朋友圈子，而那個圈子裡沒有你。若你追問朋友為何散去，便顯得愚笨了。我有一位既是同學又是玩伴的朋友，讀書時我們一起對答案，一起鑽研難題。初中畢業後，他學習木工手藝，我則去市裡讀中專。自那以後，我們便漸漸失去了聯繫。但從他的微信動態可以看到，他
他時常與一群木工聚會，也會在工地上與工友們說說笑笑。我只能默默祝福他的人生路越走越寬，同時也留意着是否有新的圈子適合自己融入，以便獲取所需的價值。正所謂天下無不散之宴席，人們從一場宴席奔赴另一場宴席，這些宴席之間或許並無交集，不是同一條食物鏈上的人，很難玩到一塊，難以成為真正的朋友。莊子還講了一個魯侯養鳥的故事。一隻海鳥飛到魯國，魯侯派人將其捕獲，用奢華的車子把鳥帶回宮中。魯侯用上等的豬肉做成美味佳肴，請鳥享用。然而，鳥看到用豬肉做的食物，一口都沒吃，最終餓死了。人們都嘲笑魯侯，不應該用養人的方法養鳥，而應用適合鳥的方式餵養。的確，鳥或許吃海裡的魚、蟲子、野草或青菜，唯獨不吃豬肉。鳥與豬無法形成食物鏈，自然不是同路人，也難以成為朋友。豬雖有其價值，但並非鳥所需要的。以此類推，一個電焊工到了漁村，可能發揮不了什麼作用，難以交到朋友；而一個織網工來到漁村，人們則會熱烈歡迎。一個木匠在森林裡可以大有作為，到了石灰窯裡卻可能礙手礙腳。一個電腦高手在山裡伐木會痛苦不堪，到了城裡的公司卻能如魚得水。如果你一個朋友都沒有，這並不意味着你一無所用，而是說明周圍的熟人不需要你所提供的價值。有價值的人會尋找同類，形成供給、合作、消費等關係，如此才能玩到一起，長期共處。莊子說，君子之交淡若水，真的不必把朋友看得太過重要，也無需頻繁地推杯換盞，還是讓自己做自己，讓別人做別人。在需要的時候，大家相互利用，完成某種利益交換後，又各自回歸原本的生活狀態。人與人交往，會以自己為中心形成一個圈子，圈子與圈子重疊的部分便是關係，但關係並非一成不變，而是瞬息萬變的。所以，珍惜相處的時光，做到不負不欠便已足夠。好，今天的內容就分享到這裡，點讚關注逸軒，我們下期見。